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DB01出品的这一款金属变体的恐龙勇士，盒子还是挺巨大的，外边也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二次元效果。包装里边并没有说明书啊，只是有一个二维码的视频演示，不过那个视频展示的并不是很详细吧。所幸呢，我们也是从龙形开始变起，顺便看一下一些卡扣的注意位置啊。先来看龙形的一些外观特征，还原度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很漂亮的一个龙形，并且在身上的这种白色地方，它涂了那种类似于彩虹镀膜的效果吧，对着光照一下，五彩斑斓的，还挺漂亮。龙头的造型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，而且上面电镀亮闪闪的，嘴巴这里可以张开，幅度还挺大，里边甚至还有一个小的舌头，作为武器来攻击。哇，脖子根部一处球形关节，在咽喉的位置这里还有一段折动，脑袋这里也是可以上下抬动的。脖子这处的这个球形关节吧，它松紧力度差点意思啊。尤其脑袋太大了，靠一个小型的球冠来支撑，有的时候会撑不住。后背的流线型，整个龙皮包裹下来的这种感觉，曲线做的还是很好的。腹部下方这里包裹的还是挺整齐的，在龙形上面并不会发现人形太多的零件。前肢有着非常不错的可动性，这里是一节齿轮关节，左右从这里可以旋转，手肘的位置，而且二头肌也可以旋转。后边的这根是软胶材质制作成的管子，手腕左右活动，每一个指节都可以活动，包括手上的这个泡也是可以来回扭的，并且指尖的这些位置使用了合金的零件。来看后腿，前后的旋转活动，但是并不能打开，左右这里有旋转，膝盖、龙下方的这一段，这里也可以转，每一个指节也都是可以活动的。但后肢这些地方并没有设计齿轮，没有很好的定位，靠这个轴的支撑力度，感觉在龙形站立的时候也会差点意思。毕竟这个玩具挺大的，还挺重。尾巴的部位使用了超多段的关节，并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用铁丝绑一个尾巴出来，它每一节零件中间还全部都做了关节来进行活动，所以这个尾巴的可动范围很不错。活动性也很好，并且加上这种类似镀膜效果的涂装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对着光看一下闪闪发光的。所以这款金属变体的恐龙勇士，从外观到颜值方面来说，龙形方面确实也是非常棒的，但是关节的支撑力度明显不行。再加上这一次恐龙勇士的用料明显是属于那种全部偏柔韧的材质，塑料的零件应该是都掺杂了一些尼龙。也是因为这个玩具的变形结构过于复杂，工厂在制作的过程中肯定是考虑到了玩具的一个把玩安全程度，所以用了偏韧性的材质。但是这样韧性的材质，关节的支撑力度和阻尼感明显感觉不够，并且在设计的时候，尤其腿部明显缺了棘轮来进行定位。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一次挺复杂的一个变形过程，不着急，咱们一点一点慢慢来看。首先抠到屁股这里，把这一节的盖子打开，它这里是靠一个凹槽插在这块面板上，这样去挂住尾巴的。虽然也能做出一个曲线来啊，但是这个毕竟挺薄的，好在料子是比较柔韧的那种。然后在这一块和这一块板子中间内侧有一个搭扣，把这个地方的小扣眼卸开，松掉。哎，我们可以把这一侧的这个面板先旋转过来，找到这个扣眼儿，插上。后背这块白色的盖板，在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我们稍微拨一下，把里边的扣子松开，然后这里有4处暗扣，把它拉松，解锁开，这一片立正。整个的杆子拉起来，根部的这个杆韧性还是不错的，掺了尼龙的材质。不过在锁定的时候，这2个眼儿不是很容易套上去，所以你在变形的时候要把腿往中间挤一下，再进行定位。臀部这块拨开以后啊，我也是看那个视频说明书，并不是怎么详细，这块也是自己研究的。我反正觉得这样扣起来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吧。先把这2根杆子通过这关节折起来，而且明显感觉到这一块蹭漆比较严重。下方这2个半圆往开抠一点点。上方带有电镀零件的这个盖子，
往起拉，打开里边这2个插扣的点，然后根部有一个双关节的金属杆，把这个金属杆往起提一提，打松。前支这里侧面的一个卡扣打开，同时卸开下方金属棍子上面的挂钩。这个位置在扣合的时候，凹槽是要落在这个金属的连杆上，然后往里扣合，所以打开的时候要往开掰一下，这样施力。腹部这片深灰色的零件，通过这个双段关节往后拉，同时卸开下方这里边的2处卡扣，整个的打开180度，先折叠到前方去。然后这2片左右和这一块带有电镀的零件也有一个插扣，掰开。后腿的位置打开中间插扣，它插的时候是靠这一块的卡扣和深灰色零件的卡扣插在这2个洞里边。这个时候肚子下方的这一块带有连杆的位置先腾开位置，我们把腿部做出来，这里完全的打松，打松。在这个大腿的内侧和胯部的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拨开，插的还挺紧的，把这里卸松，然后腿部整个的拉下来，中间有一个双段关节，打开下方的卡扣 ，Z 字贴合上去，然后立起来中间的这一片，注意里边的一个旋转的关节，把这个连杆贴过来，上面的盖子再盖下来，插扣定合，形成圆滚滚的大腿。膝盖位置掰起来，然后注意这一节在掰起来的时候，后边有一个扣子，把它锁上。把脚趾头分开，套折叠好。好，这条人形的腿部我们就处理好了。接着往上看，来看腰部的变形。胸口的这一块装甲，我们旋转一个90度，带有开口处的这个位置冲前，因为最后要涉及到一个弯腰的关节，这里不要阻碍到。挪正之后，把这2侧的小片片折90度，再把这里往前翻，翻到腰带的位置，顺着这个凹槽插进去。龙的尾巴从这里有一个扣点，打开，双关节往起提，然后再利用这2个凹槽把它卡在腰带上。然后我们来看上半身的变形，在根部这里有一个合金的转盘式的双关节，把这块的合金零件旋转一下，卡到头，定好位置。接着这一块的合金杆就有了更多的空间，我们腾开以后旋转个180度。前方这里有2个小刺尖儿，往出拉一下，拉松以后往回推，拧进去，然后再往前顶。这块不太好操作啊，顶出来以后让这块面板拼齐。接着上方白色的面板左右打开这个扣子，把这一边折下去，贴过来，顺着这个连杆往下折，根部这里有2个插扣，定上。脖子根部这里有一个燕尾的锁，把它顶开。大脑袋的变形，先把这一块立起来，然后顺着眉骨下方这里拆开一个扣子，把它压下去。龙头的空间压缩很有意思啊，通过里边的双段关节 Z 字贴回去，再把下边的这个大嘴滑道顶上来。这一片的根部注意这2个合金转轴的位置，先把这里解锁开，然后把它拉直，拉直，顶起来。哎，肚皮下方黑色的盖子左右要分开，打开这里边的卡扣，然后通过这个滑道把它往下缩，展开。这里边有一个滑轨的设计，哎，这个变形真的挺费劲的。好的，这一片展开以后，我们顺着这个轴的关节往下压一压，
注意把这里错开一个缝子，压到前方这里。根部其实是有一个扣子定位的，让这个脖子顶出来。来这样看，这个时候想要把人头和龙头更换一个方向，就是有点困难了啊。注意这里，金属和中间的这个位置看似有一个锁眼儿，我一开始以为是缺了螺丝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你要把这个带子卸开，哎，另一侧呢，这里是有一个转轴的，把它打开，你这个时候龙的头就可以完全的缩到肚子里面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滑道往下压一下，好，摆在这里，也算是个真胸真头的变形吧。注意胸口下方这里还有2个连杆，180度顺着这个地方折叠，跟这个凹槽插进去，90度立起来，插满它。白色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小的挡片，立起来，边立边旋转，把它卡在这个边缘。这里还得借助点韧性，把它顶起来。胸口的位置从上面看，侧面这里就有一个很圆润的包裹。哎呀，费了劲了。胸口的装甲变形完，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设计，除了一生之敌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来形容啊。好在是啥呢？工程在做的时候，料子用了那种比较韧性的材质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是终于可以把这一块叠过来，顺着这个凹槽卡住，然后用这个金属的带子锁上这个扣眼儿。胸口的造型，注意龙鼻子侧面这里有2个小滑槽，往下拉一点点，拉下来，中间这里脑门有一个扣眼儿，把它往里插，拼齐。所以呢，龙头这个地方变成胸口的一个质量转换技术吧，相当于实现出来这么一个效果啊。在龙形的状态下，上脑门藏到了里边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也算是动画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的烟不和变大缩小，所谓的质量转换吧，在玩具上面实现了出来。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这个时候后边2个小卡扣就可以和电镀零件双关节往上提一下，这里插住。好。背包现在就基本上搞定了，肚子上边翻出的这2片呢，我们可以往里边折一下，放在这儿，这2片往回窝，脑袋此时180度转过来，根部也是个球形关节啊，但是也挺松的，跟龙的那个脖子异曲同工。最后我们来变形手臂，把这里软管根部有一个活扣子，拆开它，立起来，旋转个180度，打开这一面的盖子，根部是有滑槽的，把它缩短，然后出现一个锁眼儿，用盖板把它结合，插上，手指头往下窝，肩胛位置的电镀零件里边的扣子往开抠，还挺惊悚的，这扣子插得很长。把这一块的肩胛挪开，旋转上来，注意看根部这里其实是有个凹槽的，也是靠着一点韧性把这个凹槽别开，挺难受的。这一片零件双关节折叠回来扣合，然后顺着里边的这个滑槽把它滑到头，这一块的肩胛就可以立起来了。最后把手臂扭到正确的角度，后边的这个软胶件再插进这个洞里，现在就可以把它旋转翻上来，打开这一片面板，这一片面板侧面这里肋部的挡肉拼齐了。但是这块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挺不合理的啊，把这个夹角边缘的地方让到里侧去搭住，后边这里有一个小扣子插上，你就会看到整个的一条手臂、大肩膀、胸甲侧面这里所有的零件仅靠这一个小卡扣的力度去支撑，我觉得肯定是撑不住的。所以它在活动的，尤其活动肩膀的时候，这块非常容易脱开。这款金属变体的恐龙勇士终于搞定了。
复杂主要也是出现在了胸口这一块的变形过程中。其实四肢还是很好理解的，龙头和人头的来回切换，以及胸口这一块非常不合理的质量转换技术，是这一次变形最大的难点。但就算这么不合理的结构，还是愣把它实现出来了，也算是难能可贵。但问题就是把玩的过程中实在是太难受了，许多的连感，许多的转换空间其实给的都不够，玩法容错率上边其实对于变形的手法都是有着相当高的要求。再有这一款的零件大部分都是上漆的，虽然说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变形的过程中因为扳手的结构和一些零件的刮损，所以导致了这一款漆面磨损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。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设计的原因啊，但是能看到厂家在制作这款产品的过程中是下了许多心血的，整体的用料材质，包括整个的漆面处理，还有在一些易损的零件的材质更换上边都是比较用心的。无奈啊，这个我觉得是设计底层逻辑的问题啊。其实我整体把玩下来的感觉啊，如果这个玩意儿正式上市的话，售后的压力会特别的大，因为毕竟在设计结构的这一块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了你的这个设计的变形手法的。我们来看细节的展示，这个美工师可是挺有两把刷子的，头雕的造型刻画非常的漂亮，也很细节，该有的一些还原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能把恐龙勇士的那种性格或者说是气质都给你还原出来，非常的棒啊！并且后边还有一个开关，里边内置了电池，这血红的眼睛，这牙齿白白的尖尖的獠牙，哎，做的头雕相当满意了。嘴巴的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开合的，稍微的可以张开一点幅度，所以这个头雕还是挺有灵性的。胸口整个的电镀效果亮闪闪的，非常漂亮啊，也是符合了金属变体的那种质感。侧面这里尤其来看一下，龙头在包裹下来以后，如果变形到位的话，这里也是严丝合缝的，甚至你都觉得这是一块假胸，完全看不出来它运用了这些零件去变形。所以这个想法其实也挺不错的，但实现起来还是太困难了啊。这一块的质量转换技术是这一款的亮点，也是这一款设计上边最感觉不爽的地方。肩膀在活动的时候啊，这里边专门做了一个双段关节的内部效果。哎，就让这块活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合理，就很机器人里边真实系的那种感觉啊，零件插入，所以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大的。再加上本身肩部这里就有一段齿轮关节，前后旋转没有问题，360度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也能折到个大于90度啊。这个是龙形的后肢嘛，所以龙形的腿部活动性很好，人形的话，这些胳膊也就没有问题了。然后看整个的腰腹曲线过渡还是非常美妙的，包括侧面这里并没有什么漏光、脱零件出来的现象。另外背后这里也是干干净净，非常的不错。但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型的代价就是它的变形过程真的十分的操蛋了。腰部这里有一点点的前后弯腰活动，侧面这里的左右旋转，腰部这里也做了出来。后边这里因为有一个锁定的地方，你需要把这拆开，腰部才可以左右旋转，幅度还是挺大的。但因为里边是尼龙的这个连接的中间骨架，晃起来动起来晃晃悠悠的。有设计独立的弯腰关节，但这个地方看着也挺纤细啊，并且是尼龙的零件，虽然说韧性和支撑力都可以，但是晃的问题挺严重的。腰部这里还有一段伸缩，在前方的轴的根部有一个滑道，在龙形的时候要拔出来，人形我们要把它压到底。侧裙甲上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点范围，腾开空间。侧举差不多能举到个40-50度吧，但是并没有齿轮关节，靠轴力去支撑。前后这里是齿轮，踢个90度，后踢也没有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膝盖齿轮关节这一块也能旋转，左右接地也没问题，而且脚丫子是合金的，因为也是龙形的前肢嘛，指头这些也可以活动。
所以这款金属变体的恐龙勇士，不论是人形还是龙形，在外观的表现程度上面来说，真的可以给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啊！再加上这个漂亮的漆面效果和身上的电镀点缀，美型的修正这一块没得挑，好看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在还原的同时，我觉得甚至更多做了一些优化的修正，让这款恐龙勇士的人形显得更加的霸气。所以变形金刚玩具终究是要两个形态还原摆在那儿好看，还是要变形过程享受好玩，终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，也是圈子内永远绕不开的话题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。最后来看它的配件内容，我一开始以为怎么现在啊买玩具还送个鼠标的，这手感也很像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在动画里边有登场啊，第46集的时候，拿起来把这个东西展开。这两片旋转下来，然后把这些龙的爪子握开，展开，哎，这一片拉下来，也是恐龙勇士和蜘蛛当时在打的时候登场的一个兵器啊。我们可以这样握在恐龙勇士的手里边，但是握起来比较麻烦。好在呢是这个指头节松紧度还可以啊，能把它夹得住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身高，到头顶在26公分左右，算是一个配 MP 的比例了。那么最终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吧。DB01的这一款金属变体的恐龙勇士，不论从造型、伪装形态、涂装效果，表现都是十分棒的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 BW 的玩家，并且你是一个金刚派的战狮党的话，你放在那里看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，真的太漂亮了。但如果你是把玩党变形派，想要体会它的一个变身过程，其实是非常难受的。归根结底，就像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，设计根源的问题，许多连杆的地方其实挺不靠谱的，再加上挺难受的一个变形过程，会让你在第一次研究它的时候，脑子里边一团的乱。最终这么多复杂的结构也是为了服务于这一款整体的一个美型效果，所以这款玩具是更加适合战狮党们放在柜子里收藏的。而且盒子里边是人形包装，你拿出来可以直接摆放，但如果你想要把玩它，就别费那个劲了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